盘点《三国志》和《三国演义》中不一样的99个细节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刘备。《三国演义》这本小说的开篇就是桃园三结义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并未明确记载他们三人在桃园结义的事迹。书中只是说他们三人的感情恩若兄弟，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关系非常好，跟亲生兄弟一样。此外，他们的年龄两本书中的描述也完全不一样。《三国演义》中说刘备的年纪最大，其次是关羽，然后是张飞，但是《三国志》中记载的却是关羽的年纪最大，其次是刘备，最后是张飞。所以如果按照《三国志》中记载的结拜的话，那应该关羽是大哥，刘备是二哥，张飞是三弟才对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刘备是个爱哭鬼，遇见事情动不动就会哭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却没有明确的记载，书中只是说他喜怒不形于色，爱结交豪侠，并且暴打督邮这件事也并非张飞干的，而是刘备本人打的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徐州的车胄和古城的蔡阳都是被关羽斩的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，这二人却都是被刘备给斩的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火烧博望坡是诸葛亮的计谋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，这却是刘备本人的计谋。因为按照《三国志》的记载，当时刘备还没有请诸葛亮出山，在火烧博望坡5年后，刘备才去请的诸葛亮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汉中之战刘备的军师是诸葛亮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，汉中之战刘备的军师却是法正。喜欢看《三国演义》这部电视剧的，应该都记得刘备要出兵伐吴的时候，诸葛亮说了一句这样的话，就是如果当时法正还在的话，他肯定能劝动刘备不去伐吴。法孝之若在，亦能劝阻皇上东行。其实如果不看《三国志》的话，很难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因为在《三国志》中记载，刘备外出打仗时代的军师基本上都是法正，而诸葛亮主要负责的是内政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诸葛亮会说，如果当时法正还在的话，他肯定能劝动刘备不去伐吴，因为打仗这方面的事情，刘备比较信任法正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夷陵之战刘备出动了70万人，但其实当时蜀军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，当时蜀国的全部人口加起来才90万人，如果要出动70万大军的话，那么全国基本上人人都要参战了。在《三国志》中记载的是，当时刘备只出动了4万人，而东吴方面则出动了5万人，所以这场战争并不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。但这场战争的目的，《三国演义》和《三国志》中记载的都一样，主要就是为关羽报仇。所以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，虽然三人没有结拜，但三人的感情确实是比亲兄弟还要亲。不久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接下来是关于关羽的不同之处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华雄是被关羽斩的，但是在《三国志》中，华雄却是被孙坚斩的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是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兄弟合力击退了吕布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，吕布却是被孙坚给击退的。在《三国志》中记载，由于公孙瓒并未参与讨董联盟，所以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人也未曾参与这场战斗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颜良和文丑这2员大将都是被关羽斩的，但是《三国志》中记载的是关羽只斩了颜良，文丑是被曹军打败后死在了乱军之中。我关颜良，如插标卖首耳，我虽不才，愿于万军之中去击首级，来献丞相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关羽离开曹操时闯了5关斩了6将，但在《三国志》记载的却是关羽离开曹操时并未闯关斩将，而是离开许昌以后就直接奔汝南了。而演义中被斩的6将也都是虚构人物，在《三国志》中并无记载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是关羽在华容道放了曹操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当初去堵截曹操的并非关羽，而是刘备。但是刘备并没有堵截到曹操，他赶到华容道的时候，曹操已经过去了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关平是关羽收的义子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对于关平的记载都是称子，也就是亲生儿子的意思。我堂堂丈夫，焉能背义投敌？诚若破，有死而已，又何惧哉？说完了关羽，我们再来看看张飞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张飞用计生擒了刘岱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，刘岱却是被刘备给打败的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张飞的儿子张苞是诸葛亮北伐时的重要将领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，张苞很早就夭折了，是张飞的次子张绍继承了他的位置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张飞是因为酒后打了曹豹，所以才丢了徐州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，张飞并没有酒后打曹豹，而是吕布和曹豹用计打败了张飞，并且丢的也不是徐州，而是下邳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张飞一声大喝，喝断了当阳桥，并且还吓死了夏侯桀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，张飞并没有喝断当阳桥，也没有吓死夏侯桀，但确实把曹操的大军给吓跑了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张飞跟马超大战了3天3夜后，诸葛亮才派人去睡降了马超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，马超并不是被诸葛亮派人去睡降的，是他自己投靠张鲁以后，
他觉得张鲁不能成事。后来他又听说刘备占了成都，所以他就主动投靠了刘备。总之，历史上的张飞和演义里的张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历史上的张飞相貌也不像演义里的那么粗犷，据说还是一个美男子，要不然刘备的儿子刘禅也不会把他的2个女儿都娶了。忠臣宁死而不辱，大丈夫岂有弑二主之理？接着我们来看看马超。马超应该是反差最大的一个人。《三国演义》中，马超是因为曹操杀了他的父亲和兄弟之后，他才反了曹操。但《三国志》中记载的却是马超先反了曹操，曹操才杀的他父亲和他兄弟。而且马超当年为了让韩遂一起跟他反曹操，他还主动认韩遂为父，并且还让韩遂放弃自己的亲生儿子，认他当亲生儿子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刘备后来收了马超之后，却不敢用他的原因。一个连亲生父亲都可以抛弃的人，谁敢重用？说完马超以后，我们再来看看诸葛亮的不同之处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赤壁之战的功劳基本上都是诸葛亮的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，诸葛亮只是游说了东吴联合抗曹，之后的事情就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。像草船借箭，那是孙坚在跨江激流表时所用的计谋，借东风就更是纯属虚构了。实际上，曹操的士兵多死于瘟疫，当时曹操的很多船都是他自己烧的，目的就是消灭瘟疫。《三国志》中赤壁之战最大的功劳是周瑜。周瑜不仅是这场战役的总指挥，更在战略层面主导了抗曹的决策。臣愿率精兵数千，进屯夏口，为主攻破曹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是诸葛亮气死了周瑜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周瑜是不幸染病病死的。而且《三国志》中还记载周瑜雅量宽宏，意思就是胸襟宽广，所以根本不可能被诸葛亮给气死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对诸葛亮描写最多的就是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主要描写的是诸葛亮在内政方面的才能，所以这也是诸葛亮的一个争议点。有人觉得，如果按照《三国志》记载的来看诸葛亮的话，诸葛亮好像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能管好内政的人那才是真的厉害。最重要的就是诸葛亮不仅内政厉害，而且他还会带兵打仗。要知道，蜀汉后期前线的军事行动几乎都是由诸葛亮一手指挥的，而他当年多次北伐未能达成最终目标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后勤补给没能及时输送到前线。如果当时蜀国国内还有一个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才管理内政，说不定蜀国真的能统一天下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《三国演义》不但没有神化诸葛亮，反而贬低了他。主公有多大胆略，亮便有多少谋略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诸葛亮和魏延的关系不好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，诸葛亮和魏延的关系非常好，而且他还非常信任魏延。在《三国志》中，跟魏延关系不好的是杨仪，最后也是杨仪派人杀了魏延，并且还诛灭了他的三族。谁敢杀我，我敢杀你！来！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事情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为关羽刮骨疗毒的是华佗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，当时华佗已经去世了，当时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只是一名普通军医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借荆州是诸葛亮的计谋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，这却是鲁肃的计谋。当时鲁肃故意把荆州让给了刘备，因为当时荆州是个多事之地，他觉得把荆州让给刘备，可以让刘备帮自己抵御曹操。但后来随着刘备地盘的不断扩大，孙权又后悔了，再加上后来鲁肃去世以后，吕蒙上位了，吕蒙是一直不同意孙刘联盟的，所以他一上位就偷袭了荆州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曹操曾借献刀之名刺杀董卓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，曹操并没有这么干，他只是觉得董卓不能成事，所以便直接跑路了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是庞统给曹操献的连传之计，但其实这个方法是曹操自己想出来了，而且庞统也并未参加赤壁之战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黄忠是在夷陵之战战死的，但在《三国志》中，黄忠是病死的。我虽老，可两臂尚能开3弹之功，浑身还有千斤之力，岂不足抵张合匹夫？其实《三国演义》和《三国志》不同的地方还有很多，因为毕竟一个是小说，一个是史书，所以这2本书也没有可比性。如果你喜欢历史的话，那就去看《三国志》；如果你喜欢看小说的话，那就去看《三国演义》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，喜欢的麻烦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